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哦。今天的题目是谁与我的能量热烈的牵引着？我们也可以说这一题就像是之前的红线的那一段是谁。今天我们要探究的是你跟谁的能量或是中间的一些很特别的因素，已经非常稳定的牵引着。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所以今天就这两张牌那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要仔细看因为这两张牌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它们有相似的能量，它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你看完这两张牌之后，仔细的去筛选去选你跟哪一个的共振更强。我们就去听看看后面的故事线，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好，今天没有星座指引直接从这两张牌选。那开始第一张只看图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好，第二章。好，那就这两张你仔细思考着哪一张的共振跟你最强。如果你很难去诠释所谓的共振，你现在立刻闭上眼，哪一张牌立刻先浮现在你的脑海里的那一个画面。它会先避过你的思索，你的辨识，你会立刻有印象，左边、右边、前前后后，颜色深浅，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构图，你就选它。那个就是它在你的共振里面已经下了非常强的力量跟能量了。它会排除于理智，它会完全直觉。那就这样。那波罗梭罗选完，我们直接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那今天的题目是谁与我的爱情能量强烈的紧密连接着？蛮长的一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跟你连接最强烈的人是谁？跟你的能量连接最强的人是谁？好，来，我先把牌抽完来，最核心的，好，等来，等一下，好，这个先这里再来我要抽一些旁边的指引当下未来性这些好。先抽完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对我来说，它就是已经确定了整个走向它不会在后面到了某个关键点，我们再抽一些基本盘的时候，好像整个连接性会被我的讯息语言已经干扰过了来，好，再来。好，最后，好，差不多了基本的牌面上该出的牌我已经先翻完其他我们等一下要补充的话，我会再另外再把它翻出来。来，我们先从最核心的核心的重点先看这一切的讯息环绕在什么。那我们对他的提问是：现在这一个跟你连接很强烈的人，我直接问他目前在哪？跟你的距离，跟你的连接，我们只用一张牌先来确定的话，他会给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他以距离来说，他离你非常近，然后他在你，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是他现在离你很近的。
条件是或是那个角色，应该是混在你很熟悉的朋友里面。只是他这张牌我还不确定你们认识了没，可是我觉得认识的机会已经非常大了，已经非常大了因为他离你的距离，我觉得只差半个人的感觉。为何说只差半个人的感觉？你设想在一个可能是一个交际的场合吧，大家拿着自己的饮料，然后站着聊天，吃着小甜点，这个场景这样。那你正在跟你比较好的朋友正在聊天，那他的状态是他可能在附近行走中，他甚至也有可能拍拍你朋友的肩，跟你的朋友讲几句话这样。然后在这个瞬间，他也有可能看到了你，跟你点头示意了一下，会有我说的距离，大概是这样的距离。那以这张牌它出现的位置跟它的颜色状况跟这张牌这样子你仔细看，我觉得它更加的诠释了你们的能量会在越来越多频繁的出现在你目光之前之后，累积成一个具体的样子。它会到某一个端点的时候，你们就会进入非常有亲和力、有亲切感。流动非常顺畅，自然而然的，他会穿越了其他人的肩膀，走向你，跟你问声好，然后直接切入主题。我得到了第一个切入主题的题目，有点类似“你是谁”，但是这个“你是谁”的讯息比较像心底话，他这个“你是谁”比较像是从眼神传达出去的。传达给自己，传达给空气，然后会用非常多的暗示跟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寻找你是谁。你的角度有蛮多等待性，有蛮多渴望被确定性。你释出了很多题目、玩味的陷阱、打闹的气氛，期待在被动招呼、被动认识之中，慢慢的展现。你是谁？这里有这样子的讯息我是觉得这张牌的丰富性已经很高了，这张牌的丰富性已经很高了，但我渴望着去增添一些内容，所以我再帮你多翻一张牌，来去多解释一下这一张牌所给的丰富性是往哪个方向走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开端那你们目前在我这边看来，应该是只差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知道彼此是谁我很想要去直接定义你们是不认识的。可是这一个思维这个意识，我被抗拒着，我被纠正，感受上比较像是被纠正成是，这是你对于故事的渴望所给的解答，但是实际上不是，他们已经很近了，他们知道彼此是谁，只是没有正式的介绍自己跟正式的第一次好好的聊天。有一些残影，有一些瞬间的讯息，有说你们有对话过，只是都是间接的，在你跟别人或他跟别人之间穿插着你们两个的对话，但并不是只是一对一正式的。严谨的，就只有你跟他的那一个场域、那个空间的对话，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对一的对话将出现了吗？能量已经满足到需要出现这一个一对一正式的对话了吗？就像我刚形容的那一个场景，目前看起来是无需等待，也不要再等了。没关系，我再看一下这一张的丰富性是给什么方向，我来确定一下。
差一点，还差一点。好，不过这章讲的是蛮多他人的事情，蛮多杂音，蛮多杂事，蛮多，但也代表了蛮多不错的机会，你们会有蛮好的第一次对话。可是我这边得到的那一个画面的节奏跟情绪氛围的，还有一些电影场景的叙述，比较像是他觉得不够安静，不够只有你们。好，简单来说就是可能在一个聚会场所，他随时都能走过去跟你讲话，但是他总觉得一直有其他人在你旁边，或是有其他人叫住他，或是总是难以创造一个只有你跟他独立空间的对话的情境，在他的直觉里，或是在他的渴望里，在他的完美世界的想象里，他觉得一定要那个样子才比较好吧，不要只是随意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个跨越新篇章的讯息，这种内在的一个概念在他心里，所以他有一种，他希望会在某一次正式的把自己介绍给你的那一次对谈里，跟你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定义吧，新的定位，而不是他不想要把自己只是混入了你的视野里的朋友中的其中一个朋友，然后用熟悉度来分类。他希望他能创造出独特的位置。好，那他要创造了吗？还没。现在还有很多杂讯，在他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好像没办法排除。这个阶段只剩下等待，只剩下等待这个杂讯结束，他才能够做。那我觉得这里还是可以再多翻一张牌，我觉得还有一个小小的讯息正在形成中，我看一下是什么好了。好，的确正在形成中，这张就只是在叙述我说的正在形成中，那一个合适的时刻正在形成中。它很像是你看在天上的云啦，你就用这个来去引，它就很像是天上的云，它有点飘，然后又聚集，有点像是缩时摄影如果你用正常的时间看云，你看不太到它的那个变化。它现在比较像是说你们中间的那一个整理，你们两个中间的那一个宁静正在整理中，稳定正在整理成一个云朵，稳定的云朵，类似像这样子，它是一个能量的聚集，在现在整理中那还好，它这个整理它这一个翻新，它这个下一阶段它这里是有顺的啦，这里在期待下一个阶段的翻新，这里在说就是那一个新，那个翻过去、跨过去的那一个新颖的境界、新颖的时空、空间、能量都算就是他内在直觉已经向往跟已经看得到的那一个新境界，只是他用金币来讲的话，比较像是说他会是走向一个稳定，跟我们刚前面看到他之前都一样，他期待的是那一个稳定、宁静、安静的两人初见面的空间，是一个他定义上的初见面，他希望那是完整的、正式的。他知道那是一个分界，他也知道你知道这是一个分界，他未来也会让你知道，他对于他跟你的第一次见面有多重要。即便你已经知道他这个人，或是有悄悄的知道他是谁，在你跟你的朋友之间谈话，可是他认为你们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谈话、第一次的灵魂这么接近的认识，
要有很正式，要有准备过。这是他的心态，这是他的感觉。所以这边也可以映射出他内在的某种精神洁癖，但也可以把它换成是他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分寸，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或是两股能量相遇的境界跟距离，还有那个火花，他非常敏感度很高。但是他的人是怎么转换这一个感觉的？这个没有一定，有些人是能够非常能诠释精神面的，他会比较诠释成说，我跟你之间的磁场的那一个稳定性还不够，这是比较直觉性的。有一些人是用一种比较生活性的，他就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正式的认识，虽然那个不是一个非常，不是用正式比较像是一种高规格的礼数啊，可是他这里的正式比较像是说认真，不是那一种新朋友出现的轻巧的、轻易的、随意的就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然后只是一种开场。他要的不是这种，他要的是当他把自己介绍给你的时候，他就是认真要把自己放到你面前，请你看清楚，我是这样子的人，我准备好来认识你了。他现在有这个状况哦。我个人是，其实我也有这个习惯把自己介绍给朋友。把自己介绍给朋友的父母，把自己介绍给比我资历再更长的长辈，或是在学术上比我更权威的前辈，我都觉得第一次认识要认真，而不是轻巧的把名字送出来，你是谁，你怎么背就结束了。我觉得要很认真的看待你自己是一个很具体的存在，把自己介绍给其他人。别人会感受到你的真实存在、坦白的存在、具体的存在，加上非常有诚意跟很有灵魂存在感的一个物质，就在他们眼前出现。我其实个人是很习惯这样了，所以我非常明白他这里，他非常明白他这里的出发点。那以你的角度，你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发亮。你会觉得附近的声音有点突然 mute 下来，你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的专注会产生他对你的吸引力，你会被吸引过去。于是他创造的第一次跟你的见面，就会变成非常强烈的我们这边说的保健室的分界点、分界线。当这一刻开始之后，你们的关系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会比普通朋友再多一层，甚至更多层。从这个开始之后，你的耳朵会非常敏感他说的各种话，你能够从肉耳上听清楚他说的话之外，你的心灵还能听清楚他的用意、出发点、他的向往。那从能量上这样看的话，我觉得你能听到这么多层次，也是因为你们的能量有点类似性，契合度、模式应该很相当，重视的某种心灵的价值观跟时间的节奏感应该很类似，所以你听得到。为何我说你听得到？因为从他的慎重，他似乎相信你是听得到的那个人，于是他也不会随意的把自己介绍给任何人。或是他决定要随意了，他可能就不太重视谁知道他是谁。我觉得从这一个开端，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开场。它不是一种不确定性的认识，它会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认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看一下比较实际面的讯息，它是怎么切入的哈。来，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两张嘛是这个到底有人？
你会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被追求感耶。虽然你心底我觉得虽然你心底已经在某一个层次上已经接受眼前这个人，也欢喜的是这个人正在逐步的靠近你，追求你，表达对你的好感，然后他会去探访、探查你的需要，从中获得你的好感。那他更多的层次比较像是，他知道你虚弱、微弱的能量的部分，他有能力把它接住、修缮、改善、支持、帮助、补足。在某方面，他有这一份自信。他很像是能够站在你面前直挺挺的告诉你说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然后他不会说他会尽力而为，他会觉得我就是能够达成，好像他懂你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站在那里。但是当然也不是一个完美完善的他什么都会，而是他不会让你觉得他答应你之后才去偷偷努力，他会让你觉得他答应你的之前他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他会隐藏他对你的付出的辛苦跟过程，他不会去炫耀跟到处跟别人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因为他所着重追求的是，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你的幸福感跟你的快乐跟你的满足点够不够？够不够？他无法探查什么是最高分啦，就是你的满足点的最高分，的快乐最高分。但他相信，他也觉得只要能加分就好，让你维持在一个不错的幸福快乐点就好。这是他打从内心就很自然而然的想为你做的事情。那这个感觉，他应该会在跟你相处几次之后，更近的相处几次之后，他才会发现，他可以转换成这样子的行动模式，来表达他对你的重视跟对你的喜欢跟爱。那他一开始刚认识你，还在摸索期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能做这么多，可是我觉得这个节奏跑得很快，他很快就知道他能为你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他很想要，他也有点不由自主的想为你做这么多。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他不会跟你炫耀他做了什么，然后他会以一种邀请的方式，让你加入这份礼物，感觉上很像不是他给你的，而是他分享给你的，可是实质上是他给你的，只是他自己没办法用他觉得这是我给你的这个角度来去彰显他为你做的事情，他觉得有一点嘴软，有一点手软，他觉得这有点太过，我觉得他比较觉得他是太过自己了，好像整件事情像是给自己光彩，他其实不是这个方向，就是他会把，我觉得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被称赞这一件事情是害羞的，是觉得肉麻的，是觉得太多余了。他更多的是他知道他做到什么，他能做什么，他已经知道了。对于其他人的称赞那些，他也知道其他人会称赞他，会满意他，但是他不需要再去为这些他已经知道的美好，再去多做一些装填、装饰、锦上添花。他觉得那都太多了。所以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默默的感觉到很多幸福，而且你要敏感的感受到这些幸福哦，因为他未来在偷偷给你
的事情，很多都会在平淡的生活里被淡忘，或是被敷衍忽略掉。主要是因为每一件他对你好的、照顾你的那一个频率、事件的高低都差不多好，很难分出特别好跟普通。然后久而久之会麻木，就像吃甜食吃久了，就会失去第一次吃到的惊喜。这种感觉，但不代表那个甜味已经不在了，是不同的。甜味在东西上面、食物上面还有，而是受众接收的人已经分不出来。这么多的珍贵，谁比较珍贵？那个刺激性已经不够了。我很想形容成麻木，但我又觉得麻木是一个太严厉的字眼。好，总之你们听懂我的理解。但这个人他应该就是这个方式，这样。这题也有一点像是谁会宠着你，但是没办法，这一个人，我觉得他在看到你的第一次，他就比较多用偷看的角度在观察你。那这一个偷看的角度，更多是在确定自己对你的感觉，还有一个层面是，他早就知道自己会喜欢你或喜欢你，但他想要找出自己能怎么靠近你，加上靠近的很明显的时候，怎么转换成对你好和表达对你的好感。我一直觉得这一个人不是很在意他获得什么，不是很在意他获得什么。他蛮偏向于付出及获得的这种人，在某一些角度，他也有一点点沉迷于付出的快乐。那跟他在一起，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最大一点就是你会轻松很多，你会有很多事情非常轻松。好，那我们再来看深层一点的连接部分哈。好，这跟我刚刚说的一样。我刚刚前面有说，他对于可能对精神面的诠释比较弱，他比较像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可能很难诠释说我跟你的磁场很合，他不太知道这个形容是什么，但他会知道他跟你之间的分寸要保持在什么情况是最和谐、最舒适的，或是最有礼貌的，也可以这样说。所以从这张牌告诉我说，他在跟你慢慢的相处的旅程中，为什么要说旅程？因为我觉得这时间还蛮长的，节奏蛮慢的。他慢慢会感受到他跟你的那一个浪漫气息、甜蜜气息，会一丝一丝，而不是一滴一滴的。它比较像是，也不是一丁点一丁点，没有，它是一丝一丝的缠绕。好，像你知道那个弦，比如说弓弦或什么，它并不是一条东西，它是有很多条线去旋转捆绑成一条弦的。哦，很多东西看起来像是一条东西，它其实上面是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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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起来的。他对你的感觉跟对你的爱意的感觉也是这样一圈一圈慢慢圈成一个很紧实的关系。也许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每一圈就是他对你的非常细节细微的小小的付出，让你们非常紧密的。他把它具体化。今天我们的题目说，你跟谁的磁场早就已经有强烈的连接，你们的能量已经有强烈的连接。可是这个是比较神秘主义的方式形容，他应该不知道或是不太能体会那是什么。但他能体会到的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捆绑一条弦，紧密的弦，有弹性的弦，有重量的弦，它需要一圈一圈慢慢的圈起来，组织起来。他懂得要这样子做，他可以成为一个具体的两个人关系的连接，而进而变成一种陪伴的伴，牵绊也可以，羁绊也可以。对他来讲，这个才是那一种关系上面的甜蜜。好，那在这一份你们相处的旅途中，
他在学习怎么具体化的把对你的爱啊、喜欢啊、好的感受，成为行动，成为你能感受到的行动。我只能说，选到1号牌的朋友，这一个人真的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会被宠坏吧？但如果这个人真的出现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苦尽甘来，因为我在这里看到的你的能量是，你期待很久了，你等了很久这样子的人，而且你已经准备好珍惜，所以整个能量，即便在你这边是这么高度、高质量的被动，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会被照顾很好的被动，在这一个条件上其实是不平衡的，好像他要付出的更多。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对方有一种付出即快乐的本质，而你只要懂得珍惜，明白这份珍贵，对他来说就是一份极高度质量的幸福了。那这样子的契合，也算是一种完美的合适、完美的和谐。因为有他这样子的人，也要有懂他这样子付出的人，这个配对才会成功。很多人知道怎么珍惜别人的好，可是他却会遇到一个很爱付出却也很渴望回报的人。那这样这两个人就会给懂得珍惜的人，心意默默珍惜的人，默默感恩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懂希望回报的人想要怎样的具体回报。那他心里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一层一层无形的压力，他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展现自己如何珍惜对方，因为他会被困在破解压力从何而来的困境里，而那个只渴望付出却无法在付出中得到快乐的人，他必须要确定对方收到他的付出之后有一个具体的回报的那一个人，他其实也在某个疑问里，那个疑问包括哪些是我想要得到的回报，或是对方给我的回报我有感觉到吗？他会在这种很模棱两可的答案里，不断的给自己也给对方很多的压力，但他好像不太知道，他应该不太知道哦。所以两个人遇见还能够如此契合，真的是很看能量在很接近的连接的瞬间的时刻里的那个瞬间的感觉，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你的，他就深刻的很难从某些角度跟目光里，让你在他的眼前消失。这就是那一个很强的能量连接的瞬间，他感受到，他也抓到了。好，我们来接下来看，我们从这里比较物质贴切生活，我们来看一些比较遥望的讯息。好，来借由更遥远的宇宙能量，跟更深层的海底能量，或是地球核心的能量，反正就是在一个我们一般人类无法触及的位置的能量遥望，或是浮潜着偷看这份关系的未来走向，他们的肯定句是什么？他们的认同是什么？甚至也有时候是会有一些怀疑。那我们先看这张，辽阔的沙漠里呐喊出的讯息，承认了跟认定了。你看这两张其实同时出现，而且在附近确定了你们的关系会在一个平稳的、非常好的基础生活中慢慢的累积上来。这边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人对于这份关系的不会太躁进，他会慢慢的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在很多很不错的小生活里累积出彼此的情感。这里完全又符合这里我们刚说的缠绕一根弦的概念啦，缠绕一根弦的概念。
他会慢慢的从他这一份付出，我刚刚是不是说会有很多的付出会具体的呈现给你，来表达他内在对你的喜欢？好，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把你们的关系拉紧，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要把你们的关系拉紧而做出这些事情，这是他的本能上的一种很单纯、很简洁的爱的付出行为。只是他不知道，就这样子把你们两个的关系慢慢的捆紧缠绕在一起。所以从这里，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比较寡言的人，但是每次说出话的时候都能够说中重点，而且很精实、很精准。他更多的表达是在他的肢体语言表达跟他的行动表达。他喜欢有一种物的感觉，物体的物的感觉，要能够具体的在五感之间，五种感官之间触摸得到的那一种爱的表现，对他来讲才重要，对他来讲才重要。好，如果我们从这里得到了这份认可啦，表示在我们背后或是肩膀以后的影子的位置，我们无法观察的角度，他们也观察到是这样子的走向，那就表示这一个人的存在的价值跟幸福点有慢慢的拼凑出其他能量上的肯定。好，这里已经有了。原本在这一个位置，我通常是希望能够寻找一些负面的能量，而让我们找到某些警惕。好，因为这一个位置所给的讯息，它比较像是你身边那些心直口快的朋友，无法修饰自己的语言，常常白目伤害人的那一种语汇，那一种角度的角色所说出来的话，会在这一张牌面出来。但是这一次出来的是这样子的生活性上的肯定方向，而且是一个新阶段的期待感。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开始有比较近的相处之后，就会进入一步步加分啦。即使是每次都是0.01分，也都是算是一步步加分的一个旅程中啦。好，那我们再看更遥望的讯息怎么说哈。这一个位置哈，它其实会比这一个更乐观、更正能量。它很像是你看着一个太阳，你只是感受到它的光和热。这个比较像是你走进太阳，你会看到那一份热情跟正能量是用火焰喷发的。有火焰的，具体到这么细节的，让人惧怕的，让人感受到很威严的正能量、光明能量的位置。他说了，这是一段幸福还被他人所祝福的旅程。权杖6，你们正在通往，将要通往，因为他讲的，我觉得时间性会再更远方一点啦。它比较像是我们用沙漠来形容好了，它比较像是沙漠里有一条明显的路，然后这一条明显的路，它并不会被附近的风沙吹起而被覆盖。无论旁边的风沙吹得如再强烈，那一条路都一直存在，而你不知道这路到达的远方是谁，可是每次走着这条路都觉得稳稳当当的，照着这条路走，一定能走到，一定能找到绿洲，而你遇见的城市也不是海市蜃楼。这个位置跟这张牌讲的就是这件事，所以他看到了，也找到了，也知道了你们走在这条路上。那也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是，继续往前走就会走到那一个幸福的目的地、幸福的端点。只是他唯一能给你的肯定是，这是条幸福的路，而到了哪里不说，那个可能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去挖掘、去探索。好，来，那既然先讲到这里，那我先来讲这一条哈。这个我们要讲的是这条路上。
他已经用圣杯2，那就我要讲的是，他这边要讲的是说，这份幸福的连结，从人间连接到神秘世界，或是神的世界，更强的灵性世界。他用什么简单的语汇来形容？他用了圣杯2，他用了一个和谐的交流、和谐的交换、和谐的流动来做形容，而且是非常纯的、非常淡的、杂质不多的一种两道强烈的水能量在做一个循环，或是在做一个你来我往，到这边就做一个替换，做一个清洗，做一个重新交换，反正就是很好的能量交换。什么两个能量交换？你的世界跟你们所向往的灵性的世界，在一直做交换，在做补充。那它对于你们两个这份关系的形容，在这里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着你跟他的相处中，你们会一步一步找到自己心灵上的新的向往。新是那个 new 的向往，新的全新的向往。为何会这样？因为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内在的层次也会不断的进步。你跟他心灵上有所交往，可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做最重要的，而是你们两个相处起来会一直有一种灵魂上的提升，我觉得算提升吧。那这份提升是因为某种爱的幸福感一直在跟灵性神的那个世界，有点像是去报告，好像你们经历了这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然后有点像是你们这个经历的美好事情在跟整个宇宙的意识或是神秘的意识去做报告、做交换，然后分享给其他还没有开窍、还没有体会到的人，在整个冥想意识中感受到你们的爱，而让其他能量的人也向往着，好像冥冥中在睡觉中，在梦里突然感受到了某种自己还未曾经历过的幸福，或是曾经渴望的幸福，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具体的接近过。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算是你跟他的幸福的细节，譬如说牵手，譬如说拥抱，譬如说看着影片的靠拢，或是坐车的靠肩的睡着，这些你们生活中频繁出现的平淡无奇的小细节，可是在非常多人的真实物质世界里还没有发生过。那这些人会在什么时候会感受到？梦里会有具体的感受到。那你们这一个爱的分享跟传达做交流，你们当然没有主动式的交流了，但是你们这一份爱在里内在的这个幸福感，也会变成某种意识跟能量传上去，传到附近，传到空间里，传到集体意识都算。那其他的能量会在梦里，我觉得最容易遇到的就是在梦里成为一个梦而感受到、演绎出、演示出、经历过。那他们在梦里经历的时候，可能会在隔天一整个早上，或是半天的时间12小时，都能够重复的经验到。那他们就能感受到类似的幸福跟爱情，而产生内心的某种强烈的意识、具体的意念，能够跟宇宙许愿，他也想要这样子的爱情。最后他追求的时候，他就能够追求类似，他能够感受到类似的。这就是这里这个能量，我觉得做的一个交换。所以才会说，当你感受到爱的时候，你要充满着幸福而感受。它并不是只是你自己的，它在你无声没有说话的时候，其实内在是在散发分享的。所以我们常说，为什么有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幸福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感受到你这个朋友正在恋爱，因为那个能量非常强，你有直觉的感觉到，只是你能这么具体的确定跟捕捉到这个能量的意义就是这个。可是因为你跟你的朋友的熟悉度，所以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在恋爱的幸福氛围跟平常的他非常不一样，所以你捕捉的非常明确，这个就是讯息的捕捉。
你要多确定，还有你多习惯去确定。好，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返回来看，你跟这个人的幸福的饱满度会一直还很不错啦。因为从这个位置，它比较像是它有一段很远的路要走。如果这2张牌都说这条路铺得很远，都还没有告诉你尽头长相，表示这条路你们这个幸福还能够走得非常长久。遇到这个人的时候，稳定性非常高。这里其实目前看盘都还没翻到一半，稳定性就非常高的。而其他的位置其实并没有任何会有挫折的讯息，会有比较明确挫折的讯息在这里，这里都已经先翻了，可是都没有哈。所以可以慢慢期待哈，可以慢慢期待这个人的出现。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连接。哦，圣杯七，我觉得能量帮这些讯息帮你们2个人关系诠释的非常慈爱，非常善良。他这边唯一我觉得需要你去有一点点小挣扎的点在于，你可以试着去对这一个人提出很多遥不可及的梦想跟幻想，所以增添你们2个人的甜蜜感。他这里出了圣杯七，我觉得这张牌是属于你的，从你的角度做出发。因为刚刚前面我们其实讲了蛮多，这一个人其实不太能够应用水能量所带来的那一种神秘直觉，他比较土能量。那这一份责任，圣杯七的责任就在你这里，你可以交付他很多任务，譬如说，我没去过北海道，我想去，有点撒娇，有点不负责任，可是这是你们感情润滑剂跟水能量甜蜜度的慢慢的训练跟慢慢的累积，你也要让他能够感受到，原来这就是水能量。它并不是只是空泛的，只是某种精神面的直觉，它可以从你的天马行空跟你的小小的梦想里，在瞬间，这种精神面转到具体物质面的速度这么快，可以这么快，甚至只是就旁边一样的东西，其实这是一样的东西，只是那是一份转换了。那这边在说的是，你可以幼稚一点，在这份相处，你可以幼稚一点，你可以找点小麻烦，你可以有点小情绪，你可以给很多中二的想象、梦想，你可以给很多你童年的一些小别扭，这些都能创造你们关系里面的新空间，而不会这么僵化的在他所认定的规矩里频繁的行走。虽然会走得很稳健，但是我刚刚用沙漠来形容，我直觉上就是用沙漠来形容，我其实没有特别为了什么去用沙漠来，我只是在这里就感受到是沙漠的场景。那我在这里感受到，哦，原来我那个时候说沙漠场景，是因为有某些事情是需要你做的，就是这个。那做这件事是在做什么？也许这一条路上缺的就是那些花花草草美丽的颜色，而不是只是沙漠的颜色。最多的颜色就是天空的蓝色，还有其他的颜色，花朵、草木。我们不用让这个人带领我们到绿洲，你可以在沿途就增添各种的情趣跟乐趣在你们之间，好吗？他这里在讲的是这个，有点再白话一点，就是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创造就交给你了。在这份来说，相处起来的生活里面的稳健跟稳定，他创造。而其他一些比较可爱的、情绪上的、有弹性的、柔软的东西，你来创造。好像分配了任务一样，这样。他这个位置其实有的时候在强调，
如何进化、如何升级的一个手段，跟要经历什么。所以他给了圣杯七，就是在代表说，你们能够更好、更有内容、更多面向，可是这个责任可能在你咯。有点像是他给了你一个很棒的花园，这个花园有很好的水源，有很好的土壤，有很好的围篱，不会被打扰，有很好的阳光。可是怎么种植物，怎么挑选植物，怎么布置这个园艺，怎么行走，怎么铺这些石头、鹅卵石，各种就靠你了。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你可以把这个花园当成是你们的关系，好的一个精彩度了，精彩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分这两个等份，我们来翻。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上面偏理智，下面偏感性，或是上面比较偏理解你们这份关系，下面比较说在这份理解中，我们找到更深层的智慧。这是大方向，可实际上还有更细腻的啦。那我们先来把上面的翻完哈，先来翻翻这份相处，还有一些可能的盲角盲点，要用非常理智的角度翻出来，会翻出什么哈？塔牌，塔牌非常容易在这里跑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它塔牌出来哈，它有的时候比较像是说啦，它比较像是半黑脸。我最近比较常用这个形容词，因为我发现这个形容词比较容易让你们理解。如果下面都是半白脸，上面就都是半黑脸，那这一个黑脸半的，应该是这个才是最大的黑脸。但是有的时候它比较强，我只能说现在已经先半黑脸了。我就说他黑脸这人在讲的是说，你们的关系应该会时常遇到太过平淡的关键点。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找到一些全然全新的冒险、全新的刺激，让他处理，让他解决，然后你们之间的新的丰富性就会出来。这个还蛮像这里的，刚刚已经讲，你可以回味一下这里。只是这里讲的更加的直爽，就是说，如果你们每次都去北海道，下次可不可以改去关西？或换过来，你们常常都去关西，都在同一个季节里去，可不可以这一次强势的挑战北海道这么极端？那就会有新的旅程。好，不然换一下，换到新泻日光，冷一点点就好，或是再强调更热的，要不然去九州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这样，用日本的这样子，它这个大纬度的方式来想一下，强调其中的变换，或是干脆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去东南亚。还是去南美洲，这样子哈。他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啦。他这边讲你们的关系要突破、要进化，没有这么难，就只是新挑战，而且要对比非常强的大转换的新挑战，就立刻能够滋润了，好吗？都没有很难哦。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觉得上面这排。我还没翻，我都觉得上面这3张应该都在你们这份完美关系里面吹毛求疵啦，鸡蛋里挑骨头的概念了哈。来，好，这位置本来应该要比这里半的黑脸更深、更严厉了，可是他只给权杖1，表示说那份新鲜感已经被这里点出来了。我这边就不用多说什么。我们这2张牌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如果我一定要在你们的关系里去找出一个严厉的指责跟唯一的警告，那它就是记得随时找出新变化、新挑战，创造新鲜感。回顾到30分钟前，我是不是有说？你还记得我说甜食吃久了会变成不知到底有多甜，或是这个甜味都一样的好，你已经分不出来谁是更好的。原来这里就有解答，那就先不要吃甜食，先去吃看看酸的东西好了。
这虽然是一个很笨的比喻，但是就是这样子。好，所以牌组有趣就是在这里。我前面讲的时候，并不知道后面会出这个啊。可是它这个连续这个脉络，它自己会跑出来，而我自己心灵上的语言会顺着给的讯息走。我其实是无法拼凑前前后后跟未来性，我都是顺着上一句话10分钟前的话，这样慢慢一直流水的整下，就会知道说，哦，他就顺着走到这里了。所以前面其实已经破梗了，只是没有这里讲的这么巨细靡遗，就是去找新的东西去挑战，来增加你们两个关系的丰富性。丰富性在这里花园已经讲过一次了，而这里把它转换成一种直接大改变的挑战。就像我刚刚讲的，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或是在热的地方、温暖的地方再去更热的地方去挑战，或是直接换一个语言更不通的位置。去西班牙语区啊，懂吗？好，我以为会很艰难，但没有，因为这张牌已经变成是一种润滑剂，中间的传送去的牌，它不会太复杂了。好，太阳牌在这里哈，因为它这里也有太阳能量，其实它这边就已经是属于太阳能量的区域，这边又出太阳牌，我只能说，如果在上面这里要变成一种警惕，它有2个面向，一个是告诉你。你还缺少了什么对未来的渴望？你可以加重。有时候是在这里，有的时候他在提醒的是说，现在就少了什么，你可以注意一下。它有一种远方跟现在的2种方向。那我先说太阳牌在这里，它附近其实就已经有太阳能量。我只能说，它可能要给的警告是，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概念啦。如果一切都这么顺、这么美好的时候，它可能唯一会进入的缺点就是麻木啦。可是这个我前面已经都讲到了。为何双太阳我要这么说？因为你可能只能可看见一个太阳，可是它是双倍太阳的能量。我怕他在讲的是说，这份幸福靠得太近可能会烫伤，但是这个形容发生的几率跟可能性不高，而且不容易发生。可是他用这样子双太阳能量、双幸福能量加倍的来形容，比较像是说你们的相处里面已经拿了过多人的幸福，未来会这样子。所以要做什么？要做分享。如果你无法行动上的分享，譬如说去告诉别人分享爱或什么，那就做体谅，体谅不幸福人的痛楚，体谅有困难人的痛楚，然后看看有没有具体的方式援助，当义工、捐钱，好，分享贴文都算哦，分享讯息都算哦，好，然后生活中的举手之劳多做，我所谓的举手之劳，就是连让位给需要座位的人，这都算多做，不要等待。也有可能就连上公车就有很多举手之劳的人。很多人拿着很多东西上车，你不一定要去帮他拿他的行李，但是你让了空间让他好走，这都算是举手之劳。我做的意思就是爱的分享要多，因为这里我觉得我得到的第一瞬间暗示并不是在强调你们的爱很多，而是发现你们的爱拿太多，那就分享出去吧，把你们2人之间的爱、其他的爱、生命中、生活中的爱，尽量分享给周遭的人，和让周遭的人感受到爱，而不是让周遭的人只感受到你们的幸福的恋爱的爱，有各种的爱，这样。好，不过这也只是因为这里我用了比较坏的、负面的角度去诠释，但是如果以正能量来诠释的话，他这边确实在说，你们这份关系确实是在炙热的幸福底下成长的啦。炙热幸福底下成长。那我虽然说你们要把爱分享给更多人，可是其实他这里也连接到了倒吊人牌，他这边有自己的瞬间。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讯息，从这里一个路径小小的讯息说，如果你内在的身心灵，不一定要讲你们，我现在就讲你们的内在，你们是独立的个体的，你内在的身心灵想要再做一个更好的提升，记得就是
多分享爱。如果要再更进阶，就是多为他人牺牲奉献，懂吗？就这样，这个位置就这样，你可以把这个听清楚。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幸福有一种愧疚感，有一种好运为什么都在自己身上，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觉得自己没有付出太多努力，却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收获的这种，那就多去体谅别人，那就多去分享爱，那就多去帮助别人，把能量释出。把能量释出，你就会知道，你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了。好，再来难的，我觉得难的负面都讲完了，下面就是更好的了。下面的其实是更着重心理上的提升哈。来，我来看这里，这里又一次咯。然后靠得这么近哈，一样的牌靠得这么近，这里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连接，它本身就是一个连接。然后它这两张一样的牌做这样子的连接，只能说你们两个的能量场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区块是稳定、备受强而有力的肯定。肯定了什么？肯定了你们的相遇只有往幸福的方向走去。在很高、很高级的能量诠释上是这么说的。这里是绝对光明的能量都这么说了。这里是基于理解、智慧跟智力、生命的经验而给的解答，而且他这里的刚刚说的这些智慧、智力、生命的经验的解答，不是你的，而是宇宙里面各方的能量意识分享出来的一个会解答的位置，给了这张牌。我们可以白话的说，这份相遇的解答就是往幸福的方向走了。那只是唯一的缺点是，这个幸福要走多久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诠释成，它会细水长流，它会很稳当的慢慢走下去，看你能走多久就走多久吧，把它维持下去。好，来，再来，我们来看这里，好吧。如果好牌一直连出，我也没办法说什么。他说这份相遇是势在必行的啦。如果以时间上来说，就是差不多了啦，该出现了啦。一开始我们就说在附近了，这里又说差不多要出现了，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我们可以把它诠释成它差不多要有动作了，或是它已经有动作了，你有没有感觉到了呢？我觉得这个几率比较小，但是通常这张牌出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把它诠释成已经发生。可是因为这张塔罗它是先行塔罗，它在已经发生前的那一个塔罗牌，你看到没？他还在举弓拉弓。可是我必须要纠正我自己一点。我看这张牌说为它是先行塔罗，可是我翻开来看背面，发现它是后继塔罗，表示这一件事情被我判断错误，它是已经发生后又举弓拉弓了。所以我刚刚一股脑的说，会不会他已经跟你表达过，而你可能没感觉到呢？我刚刚是不是说可能这几率发生的很小？结果我后面就翻开来看了，好像我的话说的比我翻的快。以时间共识性来说，这是应该要一起发生的，所以我要纠正我自己一下。他似乎已经对你有所表示，而你可能有点小小的错过，所以他现在更要举弓再发射第二次，让你有更明确的感受。但是我必须要修正一下整个场景的能量。我看到他可能是有要靠近你过，结果发现好像时机不对，他又退后了，他要等待下一次，也有可能。所以他不一定是跟你表达过你错过，而是他觉得他已经最靠近了，他现在就要表达了，可是时机又发现有一些瑕疵。他又先转头离开，他在等待第二次。无论这个场景是 A 或 B， 他都在讲述一件事情，是他真的很靠近了，好吗？来，这里先翻译成刻骨铭心，而不是翻译成一种爱的伤痕。这里要翻译刻骨铭心，因为前面的顺序并没有任何讯息直接连贯到这里，说这是一份受伤的爱情。不是这样解答的哦，你要看他在的位置，
你要再看它这个连贯之后在这里，还要再看它其他东西一些路径连接，它这里说了什么。如果这些语汇里面说这是一份受伤的爱情，非常不连贯，所以它诠释的叫做刻骨铭心的爱情，好吗？而且这个跟太阳牌也有一个连续，好，它有一个连续。它这个连续的联络比较像是说，如果这两张在对抗，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结果？我得到的就是这是个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为何我要说刻骨铭心的爱情？因为它会有一种扎心的感觉啦。你知道这种幸福而扎心的感觉类似什么？很像对方平常都会在同一个时间下班，同一个时间去开会，同一个时间去运动，同一个什么什么，结果突然晚了1个小时，不见2小时，你心里会很着急。而那份着急并不是怀疑他去做了什么坏事，而是你会着急他是不是车上有什么交通意外，发生了什么事的那一种心疼，的那一种害怕，害怕失去的那一种担心，是这样子的刻骨铭心，而且会在很多日常里面随机发生。可是通常这些事情只是在你内心某种打动，刺了一下。那你后来找到解答的时候，可能才发现说，他塞车耽误了，他手机没电了，他睡过头了，他有一些外物，突然有人叫住他，他没办法立刻用手机回应你，因为他可能跟他讲话的是他的上司，他必须非常专心，无法拿手机出来告诉你说他事情耽误了。有些就是有这些很难先行捕捉的随机事件发生，只能等到后面的解释。可是这一个时间上的过程的感受，只有你在那个。他这里刻骨铭心比较接近这种，然后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很像是出差去国外出差，会有很多陌生的担心，心里会着急，有一种你很难掌握的时空，会让你很难捕捉整个规律的这种担心，而这种担心有的时候会让你心里产生一种，如果没有爱上一个人多好，会是这个方向的啦，这里是这个方向的，所以从这里再去加成其他能量，我只能说啦，幸福得来不易，它其中的感受是很全面的。所以也会说，这里2个太阳能量才是说，如果靠得太近，有时候会烫伤，也许就是这个感受，粘得很紧，就会变成说分离1-2天，就有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不舒适感，就有点像是我们刚说甜食吃多了，会有点你忘了分出什么是甜味。可是突然2-3天不吃甜的，你就会发现你对于甜的依赖非常的高，它就是这里在说的啦。这一种真实真切的感受，分分离离的感受在内心，有点成为一种常常高高低低的起伏感，让人难受。像坐飞机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乱流，会高高低低这样子晃。你知道你应该算安全，你知道你坐稳，你用安全带坐，可是这个上下的摆动就是让人心神不宁，大概是这个地方。所以这里他虽然说的是刻骨铭心，但是他有一个底层讯息是，这个是你们通往幸福方向，而且是已经确定的那一个幸福方向里面必须要经历的，的多面向，让你们的感情有更多的立体面向了，不可以错失这个经验不然它太像童话故事了。所有的坏事都是其他的角色创造的，责任都是其他的，它不是童话故事，它是你们2个人真实的生命。所以这份感受是你要心里要感受到的，当然对方也会感受到哦，这不是你一个人在承受的。好，1号牌大概到这里，我想这是很好的牌哈。相较于前几天有些牌就是非常难解，而且非常难找到幸福的方向，而这组是非常完整丰沛的幸福方向。记得把这些意识接收起来，放在心底，相信它，让意识变成更强的能量。好，那来一样2张。天使牌，虽然已经讲这么多，但还是给你一些天使的建言哈。那这个建言并不一定会跟牌面一样，但是它有它自己独立的讯息，我们来分享出来哈。好，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拿个眼镜。好。
看一下这是几号哈，41的天使的话，好，看一下他怎么形容41。天使这名字还蛮特别的，是哈赫哈。对吧？他的意思是说，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一种乐观进取啦。他这边比较像说，你需要相信你走的每一步都是让你变好的每一步，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经验的感受，每一步都是让你变好的一步。这句话要想哈，虽然有一些话是说每一个经验都不是没有用的经验，但我觉得他讲的刚好，每一步都是让你成长加分的一步。他这个天使讯息在讲这个。来，再来是53哈，53的是纳奈尔了。我觉得他讲说，如果，你觉得生命中有一些疑惑，你要反过来对他提问，就是说，有的时候是生命或生活对你提问，可是你找不到答案，所以你感觉到疑惑。什么叫生命问题？就是有些人给你难题，就像是给你提问，然后你找不到解决的方案，这就是你会被提问了，所以你觉得很困惑。但这里在讲的是说，你要反过来对这件事情做提问，说为什么有这个挑战在我身上？那你就会找到那个答案。答案是，原来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当你对于生命做出提问的时候，答案会直接随之而来，会并行，会直接出来。只是这里重点是你怎么捕捉那个答案，在一瞬之间出现在你心里的时候，你怎么抓到？还有，你相信那是答案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要练习哈。为何这个天使要讲这个？因为他不希望你是被动的，都是活在于被别人给你挑战、给你提问的生命里，一直不断的去给别人答案。他希望你对于生命里的疑惑、困境，反过来成为这一个掌握者，对他们提问，那你心中自有答案。记得这个要多做练习，你很快就能够在很多的困难跟抉择路口找到自己的路。因为这是双重的声音，记得这是双重的声音。提问是一个声音，答案出现是一个声音，是双重的声音。它不像是生命或生活对你提问、难题对你提问的时候，你会先困惑、先紧张、先受打击，之后再去想想有什么方针。这是不同的角度哦，你要练习一下，想一下，这是不同的角度跟行驶方向哦。这是心灵操作的方向是不同的，你感受一下哈，有点细腻，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哲学，很珍贵的思考经验。好，这就是这2个给你的提示哈。那这是今天的1号牌哈。那解牌的提醒，我之前大家都说过了哈，记得要听取自己的声音，这个最重要，而不要完全被牌面的指示所指引，一定要经过自己内心的声音，再去确定答案，好吗？那这就是1号牌的内容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的能量跟你有强烈连接？谁的能量现在跟你强烈连接？好，这题比较像是红线的那段是谁了？反正就现在我们要找一个跟你最近、能量最近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线。好，来，我们一样从5张开始哈。我近期都会一次翻比较多细节的牌哈，因为整个牌阵里面有非常多的位置可以翻，只是看我当下需不需要往那个牌阵里面翻。可是我还是先把基本的位置就翻给你们哈。来，第一个哈，好，那我抽牌是没有逻辑的啦，我想往里面伸，想上下，就这样看我当下手感哈。好，来，再来是旁边的讯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比较会依照我现在对那个牌阵的重要性来选我要的塔罗牌哈。因为不同的塔罗牌对我有不同的解牌意义、解牌方向哈。同一个题目，不同的塔罗牌我会看
到或是感受到不同的方向啦。哦，就是说3组不同的塔罗牌，就算都是拿到金币5哈，觉得方向也会依当下的情境真的会完全不同。它没有一个固定哦，所以这种对我来说，及时当下选牌翻牌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不会选择先都抽完，自己都解读完之后，然后再来拍片告诉你解答。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讯息已经是有所谓的过去式。我们要的是这个当下，我现在抽这个，好来，因为当下抽牌会有一个刺激性啊，我很需要当下牌子给的讯息的刺激哈。因为讯息会很多哈，不够刺激、不够让我在意的出现了，我也会略过啦。好，那这样子的话，还差2张哈，我想想我要哪一个？这个好了，用我最常用的牌。好，那就先这些啊，先这些。等一下看到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来补充。好，来，我们一样从最中间开始哈。通常啦，我会换习惯，几个礼拜都会换，或者每个礼拜都换一下习惯哈。我会让整个新的意念出来哈。那最近我觉得我们直接就有点指导黄龙的方式，直接从核心，有点像是直接翻到一个小说的结论，然后我们再从中间环绕出去，来证明这一个结论是不是对的，或方向是不是对的。来，今天是权杖4者，今天的题目是谁跟你连接最近？我觉得从权杖4者开启，一般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的解读者都会直接说，可能是这个能量生命力再从一个新的点开始，这是个很基本的解释。它有一种很 pure 的生命力要重新出来，生命力要重新出来。那可是很奇妙的是，当我翻开这张的时候，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不是生命力，不是新的变成，而是刚结束了一个阶段，正在一只脚踏进新的领域。它不太像是新的生命力，它像是这一个新的关系、新的生命力已经进到了下一个章节。续篇、绪论、前言已经过了，而且第1章的叙事背景、情况、人的个性、人的人格这一章已经过了，已经进入第2章，再讲接下来的初步关系。所以这张翻起来的话，我会先觉得你们算是已经过了第1章。那第1章的内容，我先设定几个选择，我会觉得，我会把它分类为已经有谈话很熟识了，还是才刚把这个人在印象中记得这样。那我个人被拉去的方向是比较偏重在你们第1次认识跟相见的时候，彼此就有蛮好的印象，而且对方对你的感觉比你的多很多哈。那所以另外一个选择是才开始认识，有一些印象，我觉得比较像是你这边的冷漠冷感比较多。但是这个是我现在所看到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再翻牌去确定，我们再把牌翻出来确定就可以了。好，来翻这张哈，去确定这2个方向哪一个偏重比较强哈。你们第1次见面就有蛮不错的对话咯。在你的角度，你已经叫得出他的名字，你已经对他的第一印象，对他有某些程度上的认识，他做什么，他在哪，他的个性，你甚至已经有一点点能力可以去形容他应该是什么星座，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诠释你已经认识这个人的程度。好，现在已经到这样，所以才会有一直让我觉得这已经是下一个篇章了，第2篇章。因为前面这一个探索期、认识期、触发互相喜欢的时期，
刚结束，那又是火能量，所以我们着重在对方对你的喜欢的能量上来说，他已经在他的心里已经有特别的想法。这个特别的想法应该已经有带动他下一步如何接近你，如何跟你相处，如何安排别的事情再遇见你，或是他已经跟他的朋友谈论到你，他想要找寻新的机会再出现在你面前。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你们还没有经历过非常高频率的遇见，所以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的时间没有很长哦。你现在还会把他现在所在的时间区段里，你还是会把他形容成是新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你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回想一下哈，这个人的出现哈。那刚分开，你跟他的上一次互动刚分开，还要等待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他有在找，他有在期待。他有在期待。我们现在讲的，我都着重在人跟人的直接见面，我不会着重在你在网络传讯息，或是去 po 照片、去留言、按赞这种互动，我会先排除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些灵魂都太远，但都只是一个能量，我觉得都是因为你们相遇或相近的时候的能量连接的一种余温啦，它有点连结，但我都会比较着重在你们遇到2个人就见到面的互动，我会把它当做那个才叫做着实的一次，好吗？好，这是一次的见面，所以在下一次的见面，还要一下子，不会很久，还要一下子，因为对方应该会知道你有没有会出现他能看到你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想要给自己更多的被动机会，被他看到的机会，被他互动的机会，可以啊，尽量出去。这一个条件，你会非常常听到我说啦，你一定要出去，你一定要跟朋友出去。待在家里，待在网络上，认识不到人，一定要出去。网络上。电脑上的那一个和乐的聊天，不是说不真实，而是我是觉得不够力，不够真切。因为我觉得五感，5种感官的感觉是要 in person 的，就是你一定要遇见到这个人就在你前面，你会身心灵眼神都会感受到有一个具体的人在前面，他会破除迷幻。它会破除你的幻觉以及内在声音的美化，好吗？尤其打字，字出现的声音是你内心的声音的朗读，并不是对方的语音说出来的。就算是他用语音传出来的，可是你没办法诠释他的表情跟肢体语言。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律动，你会感受到。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你喜不喜欢，看得顺不顺眼，所以我才说见到真的人，这样子灵魂、身心灵都要明确的感受到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让你确定很多事情啦，它能够让你确定很多事情。那所以在下一次你们要见面的时刻，他会去找那个机会，你也可以自动创造，你甚至可以创造你要跟朋友出去，或是在跟同一群人出去啊，这样子。那选择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想到是谁的话，那更好，尽可能的跟他创造出你跟他的互动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应该会有快速的累积。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讯息并没有指引去所谓你们2个契不契合。这件事，现在只有说你们2个现在的能量连接很强，你们的互动会很强的定义跟具体的形容在于你们互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忆点比较多。这个比较像是说你一个晚上去去生日或什么，有很多人跟你打招呼，可是你回家之后脑袋就只会先
脑袋会先提醒你某一个人，你当然会记得在场的10个人跟你做了什么互动。可是当你想到这一个宴会的时候，你脑袋会先出现的第一个人，那个就是你们那个互动既定印象下的那一个能量的重量比较强的那一个人会先出来，它有一个顺序，所以你跟他就是要更多的这个相处，好，然后你们在心底的某一些灵魂的重量，你可以这样说，灵魂的重量会越来越深刻，那个在意也会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啦，这些道理我相信你们都懂，你们不需要看牌就知道说要跟一个人比较高频率的见面相处就能够培养感情。最简化的感觉是，最简化方式就是这个。可是翻牌讲神秘主义、灵魂的东西，就是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会变成那一个形式有用。那就是因为这个你内在在意的灵魂的累积、神秘的记忆的印象中的东西，在旁边旁敲侧击的累积出那一个答案，就是要常见面，要多相处。因为它有分物质的跟精神的。物质的我们很理解，只要有所行动就有了。但是精神面，你理解到为什么了吗？它就很像是拼图啦，拼图是最容易形容的。你不去拼，你不知道其中有2、3张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你不去拼，你就会以为，反正每一张都一定不一样，拼一拼就拼出来了。没有，你到最后会发现，其中有几张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你不知道它属于哪里。这就是为什么要常相处，因为你们会找到你们的一样在哪里。好，不然怎么看就觉得就差不多就这样，2个不同的人相处，没有，最后真的2个人会黏腻在一起，就是有那种独特珍贵的一样在你们2个之间，别人不需要懂，也不需要让别人懂，也难以诉说的一样。它会打破很多的相异，所以才要常出现，常看到，给很多机会让彼此比较近。有的时候眼神就一样了，你看他的眼神跟他的眼神有交流了，就一样了，你们感受到一样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越某种很特别的方法，就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连你们身高可能都不太一样，可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某种相似，就觉得说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高度在对话，那就表示你们已经有一些能量契合度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它那个其实是你们2个的灵魂重量跟质量差不多达到一个平衡，或是已经对齐了。然后分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把很吻合的2个卡榫突然硬要把它搬开的时候，有那一种不自在、跟想念、思念、想要再遇见的感觉。那个就是吻合的前后会发生的一些精神面的感官。我只是把它形容在一些平常日常你能够操作、实际手做动作上已经经历过的感觉，你就会知道那个细腻在哪里了。你可以把那一份契合当作是你自己组装一个桌子啊。你去家具店买了自己组装的桌子，还没组装前，你会觉得零零散散的，什么都是破碎的、很轻盈的、不稳固的。可是当你开始锁进第一个螺丝，锁进第一个卡榫，锁进第一个桌角，它开始站稳的时候，那一种稳的那个稳的感觉，就是因为每一个小细节产生了完美的契合之后，连接出来的满足感，这就是2个人在一起才要慢花很多时间，慢慢的花时间见面。让自己出现在他面前，让自己拥有那一个你们能够契合的空间。那这份契合就是我说的，你一定要亲自把自己的身心灵、身体就站在这个人面前，让他认识，他也是。好，网络空间那一个也是有所连接，但就是少了精神物质的同时集合体啦，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速度比较快，记得见到真的人本人速度比较快。如果你们本来就契合，见到的话更快，不会浪费那些空间时间。好，所以才会常常说，如果2个人是在不同远距离的话，为什么很难？不是难在信任，而是难在那一个能量要连接要更费力，原本的信任还要更信任，原本的默契还要更确定，懂吗？
距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时间感不同，它会有点虚，然后它会慢慢的让这个远距离，或是你在网络上，或是在用社群，或是 FaceTime 任何连接语音都一样，看似它是物质生活里面的联络跟连接，可是那只是你们彼此把这一个空的空间，这个虚空的空间没有碰到物质，没有碰到肉体，没有碰到实际的这一个比较虚的空间的连接，换做成了你们的现实，它已经变成了你们的现实。好，跟你真正摸得到5个感官都触碰得到的那个现实，只是类似，只是模仿。可是实际上2个人没有真实的遇到见面，就在旁边，身心灵灵魂，其实实际上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它没有那么靠近。讲简单大家都懂的一件事，就是你所形容的一个朋友，你认识，你能够跟你的朋友形容这个人，跟他真的在你旁边的时候，你要再去形容一次这个人，你会发现有不一样哦。你下次可以试试这感觉，所以我才说回到这里，要出去，要让别人看到你，要让会喜欢你的人看到你，要让这个人常看到你，好吗？这边就已经这样了，才一开始就可以讲这么多。为什么一开始就可以讲这么多？因为我发现我对这整副牌有产生一个蛮高度的信任，我看到了蛮多美好的连续，虽然还没看到能量契合，但我已经期待这个顺利的连续的发展哈。好，那我们直接先回到比较现实物质的那边，因为已经讲到了哈。来，慢慢看错哈。这是宝剑2，对，宝剑2，我差点看到宝剑4，因为这个字太小。好，原谅老人家有一点小老花。然后这宝剑2哈，这一组宝剑2非常特别啦。一般宝剑2会用背后是海洋，它比较像是一种粗浅的形容，是背对着情感的面，然后拘泥在自己的思索里，其中也有一种保护、守卫自己的状态，它不要被情绪所影响。可是这组宝剑2特别的是，越是封闭自己，越是闭上眼睛，越把自己的心思心境照得一清二楚，无法回避。所以这里是什么？你们2个遇见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高度的熟悉感跟照镜子的感觉会慢慢的出现。好，它这个虽然是照水面啦，它这个水面是有波动的，那我们就把它当作它是一个顺序。这组牌我每次翻到，我对它的理解就是会慢慢的清晰你眼前的这个人，你喜欢他有点像是喜欢你自己，你渴望的自己变好的方向在对方身上有慢慢的实践出来。所以这一题走向了什么？你心中所期待的那个人在哪？就是现在要出现的这一个人，他会慢慢的符合你所期待的那一个人。这就是这一题的慢慢走的方向，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就感受到后面的一种顺遂的连续。因为我从这里看到了对方的某种期待，看到了对方某种想要再遇见你的那个期待，因为它其中包含了上一次的见面的不满足、不丰富。它形容的是我们说，这如果是这整个故事的第2章，那第1章有很多叙事形容快乐的描述并不完善，所以观众阅读者会在第2章充满期待，因为在这个悬念里，我们已经知道第2章会开始补足这些幸福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放到这里的时候，第2章的重点在我们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是双胞胎，我们可能就是在拼一个全白的拼图而已。它只是那个形状，它只是那个过程，让我们误以为我们2个是不太一样。其实最后才发现，拼出来发现说我们2个这么相像。所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翻组的时候，有翻到一个 twins 的关系。我们非常常翻到朋友进入好朋友，变家人，变成一个长久的人生的伙伴。我们非常常翻到这一个组别。
然后也很常翻到 soul mate 这个组别，就是恋情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两个人变成人生的 soul mate， 可以谈最内心的东西。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翻到对称组，是对称组里面有所谓的互补组，还有一种是双胞胎组。我们早翻到双胞胎组，今天这个2号牌蛮接近双胞胎组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对方给我的一个感觉是，怎么会遇到，怎么会有跟自己这么像的人？他这样，这里有一个这个顺序在这里。我还没有在这张牌翻出来前，我就一直有感觉到对方一直有一个惊讶、惊喜的感觉。我直到翻到这个，我就知道说，哦，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会往内心去，很快就会在内心找到某一种默契，知道这个人跟我的很多东西都好像哦。他还不用去推论，他还不用去美化，他还不用去排列组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很像。而这个很像，并不是说你们常常说出一样的话或什么，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你听对方讲话的时候，他的节奏很像你心里的声音，所以他就会符合或变成你跟他讲任何话题的时候，他想讲的方向，即使你不知道，你也会充满兴趣，因为你的理解速度快，可是并不是因为你理解内容的速度快，而是你懂那一个说话节奏就在你心里时常出现。它很像是你在网络上看任何影片，然后心里有所评价，你还不用讲出来，心里就会有所评价。而这个人很像你的传声筒或发声筒，他就说出来了，只是用他的声音，但是是用你们共同的节奏、共同的时间点，哦。所以当然，你们两个后来在相处的时候，应该会常常在不时会同时讲出一样的话啦，或是也有一种接龙游戏啦。他说完前句，你就能接后半啦。或是你们两个后来未来一起去旅游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可以往北边走，你就能接说对，北边有那个寺庙，北边有那个景点，然后他就会说对对对，就是那里。会有这样子的默契，而不是说他说我们往北边走，而你问他说北边有什么，懂吗？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然后，如果是这个逻辑，也有可能他会跟你说：“我往北边去。”他就会说：“好啊。”你就会说：“好啊。”因为你有直觉感觉到说，他想去那边探险，他想探查的方向跟预想的模式跟你的很类似，你们会产生这种越来越相像的默契。这样，好。那当然，我如果已经走到这里了，我就会说：那我们后面可能会有新的任务，或再翻盘，要找到你们的异点、差异点，来去看看有没有建言要补足。好，通常顺序节奏到这里，我们就有这个预设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你们已经有，sorry， 你们已经有这种相像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更内在的一些超然的连接有到什么深入的位置，好吗？好，来，哦，又是圣杯之火，我觉得你们，我觉得这个，他讲的是你们有你们两个彼此的浪漫逻辑。如果今天这里是圣杯皇后，我就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非常多天马行空的想要做的浪漫的事情。可是今天是国王，所以你们两个在某方面蛮像跟双鱼座谈恋爱，而不是跟水瓶座谈恋爱，会有一点在有秩序跟有规模的浪漫底下相处。这个要怎么形容？就是说，是一个精致预想的浪漫场景，而在里面使用这个场景所带来的气氛。你可以想说，对于一份浪漫晚餐的想象，有固定的使用模式，有固定的用餐礼仪顺序，每一步做的完善，就是一个精致的浪漫。你们两个有这种默契，那为什么说不是射手座或是水瓶座的那种？因为他们那一种的浪漫比较随机跟即兴兴奋、即兴快乐的，碰到了就兴奋，看到了就开心，这样子。他们渴望更多的随机，可是，在今天你们两个这一组，更多是已经预想好的浪漫的任务，一步一步完成，一点一点做到。
就可以满足自己内心那个美丽的画面。不是说要追求到像处女座这样子，有点精神洁癖、精神上的完善，要照这个顺序做好，不然会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没有到那里。这里比较像是有一个画面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最好，但是还差一点点，留下一个1%的随机跟不可预期，也是一种高度的浪漫。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一个默契。所以你们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个谈话间的有趣，就是总留了一些幻想的余地给对方，或是给你们聊天的空间，这样。所以你们的相处会感受到今天晚上的相处，或者今天晚上的约会已经到达一个满点，很满足了。之前就会觉得说可以了，今天到此为止，然后留下那一点点空间给下一次，而不会扒着不走，不想离去，觉得一离去就永远都没有了。不会，你们会留那一个浪漫空间。这就是你们的内在的那一个情绪的节奏。而且这个点你们会在几次的相处，我觉得甚至在谈话间就已经知道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翻更一些比较不着边际的讯息，怎么看待你们这一个？然后一样，我们回到我们最常说的深渊的低语、深渊的讯息。那我们今天把它形容成是，在整个沙漠里面行走的骆驼。如果你伴着它行走在沙漠里，它需要悄悄话的跟你讲一些小讯息。那个小讯息是他看穿了你们两个关系里面的核心重点跟 keyword 是什么。这个 keyword 的题目叫做“你们为什么现在遇到了？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也许你们知道你们是契合，可是他这边更多的题目是为何你们终究会遇到？为什么你会在这一刻遇到？他讲的是这个方向的。我来看看这里的低语怎么说，这个骆驼怎么说，这只骆驼怎么说。又是宝剑牌。这里说的是你会展开你从来没有好奇的方向。我觉得从这里看起来，我觉得你会好奇爱情的模样真正长什么样子。这边有在暗示，你以前可能以为爱情是那样，你听别人的爱情故事觉得是那样，应该就那样，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差池。可是当你自己遇到了他这个人，你会开始去想清楚，这会不会才是爱情的模样？这会不会才是你的爱情？这会不会跟你所追求的爱情价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你之前对于爱情的想象，你告诫别人、安慰别人的爱情价值观其实都是错的？原来爱情的美、爱情的美好是长这样，是这个感觉，是这种温度，是这种风的吹动，是这种水的漂移，是这种缓慢的步伐。这一次你会发现，那为什么要在这张牌做提醒？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极近的位置，告诉你了这一个小小的声音。所以这个小小的声音，本来在你的生命里，你曾经有对自己提问：什么是爱情的样子？我要的爱情是什么？这些提问都问过你，可是都一闪而过了，从来都没有变成是一个可以拿着广播器在你的耳朵大喊一声，请你注意这个题目的这一种力道。可是这里突然间，它让你要用力想一下，这是你想要的爱情吗？还是这其实就是你等待已久的爱情呢？这里在讲。那这里为何要做这个提问？表示这一次的经历会让你深刻的感受到爱是什么。原来爱是长这样。那他的角度出发点就是他认同了啦，他知道了啦，他看到了啦，他看到这是一份爱的存在要发生了。所以以我对他的习惯，我会觉得他在告诉你说，好好享受很重要，好好感受也很重要。来，我们再看一个更遥远的，更不着边际的讯息，但是它是全然正面的，绝对正面的。他这里给力量，好吧？从这里搭配，就简化他说的，他也在说这是一个爱的力量啦，而且是强而有力的。你们这份关系，除了让你感受到爱的模样之外，你还能够感受到爱
跟一个人相爱，他能把你自己内在的力量激发到什么样子的高点？他不是说你以前没有经历过，他是在告诉你说这一次还会再突破新的境界。但是这里我所感受到的，他并不是说你会为他做什么，你会为他破格对你的人生中做出什么全新的改变。他不是说这个，我觉得他是让你感受到，原来内心有爱的时候，你感受的世界的那个宽广度如何影响你的生命。它还能够影响你看待世界的样子、角度、感受。它甚至能够让你提升到敏感到听一个人诉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其中的爱恨情仇、爱的浓度、哀怨的浓度。你会敏感到他内在的那一个情绪。你为何会开始知道这些情绪跟感觉有更多的层次？因为你从爱里面学习到，爱不是只是有爱、不爱、关心、在意、吃醋、嫉妒这么多，也这么肤浅，还有更多的细节。还有更多的层次。从一个感受到另外一个感受，中间有很多层次。从爱跑到嫉妒，再跑到恨，3个端点中间有2个层次范围。爱到嫉妒中间这一段是如何从爱慢慢变成嫉妒的？那又如何从嫉妒慢慢变成爱的？它不是只是就是下一个阶段，没有，它中间有非常多的层次，100-200个层次、上千个层次才慢慢变到那里。那这一次的这一个爱的经历，让你感受到，原来从喜欢变成爱，再变成难以割舍的爱，再变成你已经毫无头绪的爱，这种感觉有这么多的变化层次，而且是每天在更多的事情的叙述中定义着每一个层次。我无法帮你定义你感受到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个层次有非常多。但是要小心，它这里虽然是非常光明面的，在形容这件事，它会成为你一个力量，但我还是要小心你去想一件事情是，你会变得太敏感，好吗？因为当你打开了这一个爱的感觉之后，你也会打开了你对负面的恶的感觉、恨的感觉的层次。好，但是记得，这些层次是让你更有人性、更有恻隐之心，这样想就好了。然后进而可以学会更多原谅这世间万物、人事物的方法跟角度。还有，你要用多大的力量、重量去原谅？原谅不是就只是原谅哦，它有很多。你可以把它想成原谅，可能有1到100公斤。这一次你要释出的原谅是要用到多少公斤？这样子的重量去，你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层次哈。看来这一次这个人的出现，送给你的、带来给你的，不是只是一份恋情，而是一份感受爱情的功课。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份让你能够瞬间感受到爱情层次的礼物啦。好，所以选到2号牌的朋友，经历这一份新的爱情要深刻一点，多一点记一点哈。那选2号牌的朋友那么多，我非常在这边中段，我就非常希望跟强烈的祝福你们赶快遇到，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历哈。即使才翻到这样子，就已经很足够了这些讯息。好，那我们现在来翻2个端点哈。这里它比较搭配在这一张牌低语这里，我要它诠释的是有什么我们错过的角度啦，有什么影子的位置，就是说我们营造一个空间，我们眼睛基本上没有受过训练，我们只会看到亮面。有很多受过训练、艺术训练或美术训练，他们会比较深刻看到暗面，因为他们知道黑暗的部分比较难以处理，所以他们会先略过亮面去看到暗面。那就表示暗的存在跟亮的存在是对比，是平等的。所以这边我要他告诉我的是，那这些暗物质、负能量里面有什么我错过的提醒没有出来？好难得在这个位置出魔术师牌。我想他希望你平衡啦，他希望你平衡，因为魔术师牌讲的是要具体显化出一个真实世界的东西模样，需要四方能量、风水火土都要
完整完善。那这里所讲的这一份平衡，我觉得在这边出现，我觉得他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是，跟这个人相处，你要情绪上、行动上、热情上、理智上都要感受一次。他这样的提醒，是因为跟这个人相处可能会有一种非常迷幻的舒适感，它会让你有可能脱离对于现实事物的理智判断。譬如说买一个喜欢的礼物，或是去一个旅行，因为两个人一起去太幸福了，所以忘了参考自己的钱或是这个花费，会觉得忘记去衡量说其实有点太贵了。这个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可能太过热情于想要长时间黏在一起，而忘记自己该做的事情。我都这样讲，都是比喻哦，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我只是让你知道说会有这样子的判断上的失衡。所以魔术师牌出现，他在讲一件事情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空间的生活要存在，但你自己的空间也要存在，他的自己的空间也要存在，要达到一个非常完善的平衡。不要这边给的提醒，我只能转达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给提醒。那他并不是说要强制你去做，他只是要给你提醒说，这4种能量都要25%的刚刚好。没有任何一种事情是应该被另外一个东西抛弃的。譬如说你自己的时间，为了要跟他相处而把你自己的时间抛弃的太多，只为了跟随他的时间，他也是哦。我这边要讲的是他也是哦。所以在你跟他相处时，你们要衡量，要有自己的空间，也要有你们相处的空间，要平衡，好吗？要规划哦。这里在做的这个是我没看到的角落，不然到了某一个时段，如果前面都没有调整好或相处好，内心会有一些呐喊，永远都不会再听到了。那不会再听到，又要突破“永远”这个字，那要怎样？就变成是大喊吼叫，那它就会变成爆发性的讲出来，最后就会毁坏很多事情。所以很多情感都是这样。我们讲最简单，就是你忍了太久，它就蓄积了能量，或是它变成它要表达出来，它必须要用更费力才讲出来，它就变成是过激、超过，或是太激动。原本一个只能好好讲的讯息，变成太激动讲出来了，就很难收拾。所以你们相处达到平衡很重要。这边在提醒，就表示说你们很有可能会浪漫过头、幸福过头，很有可能会超现实，然后他会有点上瘾啦，他会有点上瘾哈。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默契，两个人的一致性，两个人双胞胎的这种相同性太高，会有一点上瘾，他会有点上瘾。只要中间找到好的协调相处，物质、精神、生活方式、浪漫的方式，找到协调的时间分配好，应该就都还没问题哈。那这边会做提醒，它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很大声，它拼不过这里排的讯息的增量，但是它这边被我翻出来了，那我只好把它凸显出来讲，因为它的力量不会比这些强，但是我自己加强了它的声音，那你就把它放在心底，知道你未来跟这个人相处，其实也在提醒你在跟任何人相处，这4种你都要平稳，都要平均分配好，不要有特别偏爱什么情绪，讲的是跟人的相处哦。好，来，但是这里会有一个 bug 啦，有人可能会，我突然想到，可能会问我说，那表示说连生气也要平分吗？负面情绪也要平分吗？我觉得那个是你说话的方式啦。记得我刚刚前面说的，有些事情简单说，有就轻松说，简单说，冷静说，好好说，其实都是有说出来，只是它会激起的反应比较小，它会比较偏向于被理解跟真心坦然的诉说这个层面，它不会像是有攻击性的、有指责性的好吗？所以你平常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你愿意表达就表达出来，或是你不愿意表达，你可以在自己内心找到符合你生存在这份关系里面的调整，或是你也可以找一个方法给自己一点时间。譬如说，对方有一些事情是不顺你的意的，你可以给自己30分钟去感受一下，真的有这么不顺你的意吗？先停留，或是给自己1个小时，或是给自己3小时，或是给自己半天。让他在自己的内心去内化成一个答案。如果这么久了，你还是觉得一定要说出来，那个时候就心平气和的好好说出来，让对方知道
你是出于一份关心你们的关系，跟你关心你内在的情绪无法平复的角度去说出来。那这个说出来的也都变成不是指责，而是你需要帮忙一起找到答案。这答案包括了他是不是可以调整，还是一起调整，还是其实是想错了，会有这些答案画出来。记得这就是所谓的要这个平衡的方法。好，来第二章。圣杯8，这次蛮多圣杯，这不让我意外。好，其实这张牌刚刚我在讲要说出来，这里都讲完了。这里在说不要隐藏，它会变成是一个爆发型的力量啦。那个时候会变成指责、抱怨啦。它就像我刚刚这边讲的，我再说一次，那个声音太久没说，它就必须要加倍的力量跟声音，怒吼出来，喊出来，它就变成我刚说的，变成怒吼，变成指责，那就偏离了你原本只是想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的基本核心。核心是要把事情说出来，而不是要把情绪带出来，是不同的。这边其实就在说这个。有的时候，因为他这边有一些背离了8个圣杯，他在讲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一些过不去的感觉，你先在自己心里放30分钟，去反复的感觉这个情绪它是否有渐弱、有简化。其实你会慢慢变得没那么在意。其实你会换个角度，或是其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你刚刚的在意是一时的，对某些事情的感受很尖锐。这里就在说了，那这个位置讲的是某一些能量相遇的战争就像我刚刚讲的。那解方就是先放着。记得我常说，有人说叫你放下，那我会说叫你放着。就像你的手机，你先放着看影集，你先放着，先好好看影集。手机没有办法离开你，只是你先不处理手机的事情。那你这样子就会慢慢发现，其实手机那个你很急的事情，只是因为手机的讯息离你太近，你会觉得要现在马上回应。其实你过了1个小时、半小时再去回应的话，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当你回讯息的时候，发现对方也是10分钟、20分钟才回你啊。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逻辑去感受一下，放着是什么感觉。它没那么急，它没有那么急，很多事情没那么急，可以先放着30分钟，情绪也可以这样先放着。来。所以这里差不多讲完，然后我们来翻，这里会讲比较多的谏言啦、警语，告诉你，还有一些方针我们遗漏我们要讲，它会用比较严厉的方式讲。这里就是会比较要开拓你心智的方向讲，我们都先苦后甘，通常是这样讲。可是通常有的时候上面其实给的礼物更多哦。来，我们先从这里翻。这里说，你应该会有很多心理的城墙跟罩门保护罩，会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你会有些许的觉得被打开了，被解放了。方法是什么？他的用心理解你，他的用心倾听你，也代表他能理解你，他能够穿梭你内在的心理的某些黑暗面。其实你也会，我们今天讲的，你们是双胞胎的，所以他会，其实你也多少都会，所以你们2个比较像是一种无声的默契啦，观察感觉就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了，然后记得，如果他跟你讲你的困难，或是你跟他讲他的困难，2个人的耳朵都要打开一点，这边有在提醒你们2个对某些事情、特定的事情有非常坚定的见解。那这些坚定的见解会来自于你们2个人的经历不同，而有相似跟相异的想法。那这边希望你们在慢慢相处的里面，这一件事情有点重要，你们要听清楚，要先多理解，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先丢出来，让它变成一个选择。先听清楚对方要跟你诉说什么，这件事情在你们相处里面蛮重要的哈。这里的讯息有，那只能说，因为你们的相处，我觉得应该会蛮顺的，所以难得会出现意见不同的时刻的时候，那个时刻会蛮冲击的。
原来你们也有不同的时候，所以听清楚对方跟你的想法不同的点在哪里，但是不要用比较的，先听他为何要这样说，他的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跟你说，这些都先听清楚。这个在你们的相处还蛮重要的，不然你们即便很合适，即便很合，但是你们内心终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会在那里啦。好，他会保护着自己比较重要的这个概念。所以，当你们的相处很顺的时候，却开始有一些，或是第一次有一些想法不同的时候，会有点冲击。好，那没差，我觉得这个简单，但就只是听清楚就好了。为什么他说要听清楚？听清楚了他的语言跟他的诉诸方向，更多细节，你会发现，其实你们会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想法。不同的事情，可结果两个的价值观是一样，只是刚好在这一件事情你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听清楚，你就会知道，你还是能够找到你们两个相同的点啦。好，有点像是都是给你们一模一样的纸黏土，结果捏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可是你们忘记了那是一模一样的纸黏土的分量。好吗？你用这想法就好了。所以要看清楚、听清楚其中的不同，跟本质上的相同其实是并存的。只要本质上你们还是相同的，就都还可以，好，就都可以。记得哈，相处有很多陷阱啦，它会引出人的防备心。所以听清楚，不要急于辩驳，不要急于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听清楚，看清楚，设身处地的想，为什么对方要这么严厉、严肃的跟自己说的时候，你会明白那个层次。那如果你还不明白，记得回到刚刚说的，先放着，好，先放着，让身体自己做反应。好，那再下来这里哈，好，骑士钱币哈，好，通常这里最黑脸的位置解前世骑士。我觉得他在讲，我不知道他为何给这个讯息，但我直接转达他的讯息。他说：“你们有紧密的生活，还蛮重要的。”我觉得他在暗示你们会慢慢发现彼此的小缺点。好，又有点在说，快点发现，快点适应比较好。好，反正这里我发现的是，生活，你们两个应该要生活在一起。会比较能够去无存菁的，立刻体认到或习惯到对方跟自己的不同。那些不同无伤大雅，不会影响太多，而且你们终究会生活在一起。而且这边所看到的生活在一起，慢慢创造未来的人生的这个寻找的路还蛮长的。这边好像说，最后，你们的合适。你们的适合、你们的默契都会体现在你们生活上面的默契跟细节。好了，我大概知道他这里在说什么。他在讲说，你们未来就算住在一起，可能也会选择同样的风格，好，然后会太习惯这个人在自己身边出现。那这边有在说，维持一样的品质很重要。一开始两个人很相近的生活品质，或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不要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品质就降低。因为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事情会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好像少做什么也不会差太多，不太像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注重很多细节，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空间。那两个人共享一个空间的时候，应该要成为一种助力，让你们两个生活空间变得更好，而不是你做了，你没做，对方会做，他没做，你会做的这种互补性。他这个比较不像，他这里比较需要讲的是，你们未来应该是非常有高的机会，会非常乐意两个人一起生活在一起。但是提升生活品质，要超越你们两个本来的生活品质，还蛮重要的，对于未来的持久性很重要。好，来，这都比较细节了哈。好，再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会对自己的人生资历吧，CV 自己的
在社会的地位、头衔或是事业，都会有一种想要进化的感受，然后还想要更加的确定自己在人生的价值。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吗？因为表示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那个稳定性非常高，才能够进化到去思考两个人或是自己个人的部分有没有在更高深的位置。就是已经跨越了处理两个人，你们两个已经进入了两个人是一体、是一国的概念里，才会在这张牌讲更远方的位置，再说你们会有一个新的概念，会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它不是自私的，而是一种两个人在一起的安全感，而且两个人还可以 support 资助彼此。强化彼此，所以这里看得出来，你们两个的关系在一起是加分的啦。虽然这里已经多说了，前面早就都说了，只是这边用一种比较务实的生活方式来讲说，这组在一起是持续加分的，而且会加分到可能会想要出国深造，可能会想要再得更高的学历，可能公司想要再更大一点，还要再多做一个新的事业，这种，或是搬到更好的房子，换到更贵的社区，会这样。你俩在一起之后，就会有这种很多多面向的提升。那这些种种，都让你们对于找到自己整个自己的生命里面是什么价值，会变得更渴望。原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没那么渴望，好，可是在这一份安定跟两个人的契合度有高度复合的状态下，突然想要在身心灵跟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是人生价值里面，想要找到更高的层次。所以我觉得这边讲的是已经略过了你们之前的合适跟契合啦，他已经直接到进化了。他觉得你们的合适度已经有能力，未来是可以看好、可期待有能力进入到新的境界。所以我觉得我们放得更近一点，比较更前一点，就是你们能够完全依赖着对方的存在啦。好，未来后面哈，好，来，我们再往下翻哈，应该也差不多。我们这3章都比较简述，快一点讲哈，因为我觉得这里3章应该要说出来的关于爱与智慧的东西，我觉得前面都已经有说了，只是在看这里有没有符合。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所符合的答案，它是集结于许多能量里面的经验、智慧、智力所总和出来，看待你们两个这份关系的一个结语。哦，他怎么定义？他怎么用最粗浅、短暂的方式、简短方式来形容？哇，一模一样，只能说。但是我们刚前面说的是他看你的角度啦，他知道他比你更优先看到你们的未来可能的样子，他有明确感觉到。那这里可能比较像是做一个总结，帮他看到的东西做一个比较再次确定的总结。他说，你们稳定之后，会有一种一直想要再走到更远方的概念，更提升自己，想要更好的概念会一直不断的加强。你们每经过一次经验，就会有想要突破，你们会有一种不想要人生有无限一致性的感觉，所以你们有可能会经常搬家，或是装潢，改变自己的家里的样子。那它也可以投射出另外一件事情，你们会非常喜欢旅行，因为你们会希望整个生活的空间跟风景常常日换星移、日新月异，改变成不同的样子。你们要感谢世界上的千变万化，也会有这个概念。从固定的点到外面可以选择的旅行的景点都有。那从这里，我觉得你们的相处会越来越沉迷和向往视觉上、感受上的新鲜感。所以你们不会一直重复在同一个地方旅行，你们会像踩点似的一样，这里我们全部都踩过了，我们要换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了。好，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旅行，这样子的物质上的经验感觉，才回头看这里，在这里才会慢慢体认到自己的提升跟进化，全新的自己人生生命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认可，而你自己知道你的生命价值已经进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这个追寻，才会慢慢从这里变成更高层次的
灵魂的意识上的选择，意识上的方向感。好，那2张牌都看到了远方必经的过程，而你们没有害怕跟畏惧去寻找，反而是更多的向往要去知道。那这些都是因为你们相遇之后所激起的全新的意识跟能量。我不能说它是全新啦，可是我觉得它的等级是新的等级啦。好，你们会坦白说，你们会追寻更难的东西了。2个人，你们很怕人生一直在某一个点安逸下来，你们会一直不断的找到新的挑战。好，玩乐也要玩得更疯狂。你会这样说？那我们在这里，世界哈，我觉得这里都太顺了啦。我觉得他每张翻一张牌都是我上一张牌的下一句。这里说你们会找到新的世界，你们会找到通往新的内在身心灵的那一个隧道。好，那这一个通往这个隧道的门的钥匙是你们相处跟不断激励、不断鼓励、不断交换灵魂的语言，不断去拓展自己，然后在这种日换星移、日益月异的场景的故事的事件的遇见、挑战、经历之后，你们会在每一次每一步去展开新的智慧。那这一个每一次新的智慧展开，就会进入新的世界。所以这张牌在说，每当你们内在的智慧有所提升的时候，你们都能够感觉到一直不断的探索出新的世界。那这里最终的概念是，你们会慢慢知道拥有世界的感觉，感受世界的千变万化的感觉是什么。最后会带来什么？你们爱的品质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怎么爱这里？怎么感受这里给的爱？怎么感受到不同语言的人给你的爱，而你用陌生的语言做回应？怎么感受到同样一份爱来的时候，因为故事不同，感受不同，眼泪不同，表达不同。原来爱有这么多的面向。你们每一次的学习之后，都能够回应给对方，还能够放在心里回应给这一个跟你一起陪着走的恋人、爱人。好，所以对于你们2个来说，一直开拓不同的理解世界、爱世界的模式很重要。而这份重要，我觉得在今天的牌看到是慢慢会发现很重要，然后舍不得。那这里的舍不得，更多的是对于这世界上的万物，人的可怜、人的委屈，会感觉到舍不得了。我觉得总结回来到2个人能量这么接近，然后2个人一定要相遇，一定要认识这一个起点开始，我必须说，你们2个应该是2个人在对于理解爱的这个过程中，是互相的保护者、保卫者。好像是有点在确定彼此能够在这一个爱的路上安安全全的去体会、理解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因为2个都有一个共识，觉得体会这些事情非常重要，而你们也会慢慢感觉到它很重要，因为你们会从你们2个自己的2个世界，慢慢的展开出原来你们还能够爱更多的世间万物。那这份爱，我们并不会说你会说我爱他或什么，没有。而是用心感受、理解那些跟你原本遥不可及的故事，就已经是一种对世界的爱了。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故事的非常沉迷者。当我听到有一个陌生人他在叙述他的故事、人生经历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得到一个宝物。我不认为这是我爱世界的方法，但是我认为这是我能够接受到别人的爱的方法，因为他为何要跟你讲他的故事？尤其是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你在一个旅游地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就能够倾诉他的人生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第一是浪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故事，因为这中间建立了一个基本东西叫做信任，跟他看到你就有高度的舒服感、舒适感，他才愿意这样坦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爱的表现，而我当下就会觉得我要用非常满足。让他能够深刻体会到我的回应也是充满爱跟感激的。这就是我
觉得感受到世界更多面向的时候，你会学习到的回馈。那今天这组你们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里也是一个重点。虽然这里讲的是已经是超越你们2个人恋爱关系的一个更高层次，可是到这个层次，你再回头看，一切的基础点就是因为你们遇到了这么契合的人，还愿意彼此保护、彼此去体验这整个世界的人的出现之后，你才可以这么专心的去感受这些。不然你遇到一个不适应的人、不适合的人，你们只会体验到争吵跟磨合，还有调配2个人的适合度，这就太浪费人生了。所以这一组算是一路都是非常契合顺遂的一组了哈。来，最后一张牌，这张牌有金星能量，它要讲的是那个爱的远方会到达的位置，是绝对浪漫的。来看他给的讯息是什么，然后。好吧，一样讲完了。我说他是一个保护者、保卫者，你们2个都是彼此的贵人出现了，在人生里，跳脱于恋爱，恋爱可能只是你们2个关系创造的一个一开始的保证、保证金、保证牌，保证你们能够好好在一起。用恋爱把你们拴住，可是其实后面才发现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是彼此的 guardian， 能保卫彼此，能够体验到丰富的爱，原来还能够有时间机会去理解爱的模样是什么。但是他必须要在安全无虞的爱的世界里面，才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啊。所以你们2个是彼此的贵人，好，你们会互相照应着，互相分享着爱，一起共同体会世界的爱，这都已经非常更高层次了。所以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好希望你们快点遇到了。我刚刚在中段就已经说我很希望遇到了，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顺遂感都有出现。你看，证明了我从这边翻开来的这个顺，我是不是说我一路就看到那一个顺利的感觉？你用最浅薄的方式来去形容这些，如果你知道我的牌位底下的意义是什么的话，你会更明白我为什么说它是顺的。好，那今天这样我觉得给的礼物太多了。那我们再给2个，就是天使的讯息，看他对于你们现在给2个讯息哈，它并不会一定跟牌面有所关联，它可能是独立出来的讯息给你现在的你，现在看牌的你，好吗？好，第1张，第2张，我来看一下。给老人戴下老花眼镜，看一下上面的字跟数字哈。来，这里是13了哈。13是伊扎雷尔啦，伊扎雷尔比较多的是感觉是人与人生命中的一种忠诚度、坦白度、诚实度、坦然的东西哈。等一下，但是这一份诚实、这份坦然对人的真诚，有一个基准点不要忘了，它不是所谓的世剑客的人人为我，它一个中心思想是。你必须要维持自己人内心世界的平衡跟最原始的内在的价值观，不要取悦别人，你在能够保卫别人，在能够对别人忠诚的这个原则下，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价值观，不要为了你所倾诉的对象，你所认可的权威，他跟你的价值观有所相似、完全不同的时候，你为了要移开他、追取他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不行。自己原本所笃定的原则价值观难以被改变的话，请坚持自己的，因为这一份忠诚最后是要忠于自己，好吗？因为整个事件人生的环顾环绕之后，最后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所以你自己内在的原则，你已经坚定不移相信的原则，要把它维持好。这叫什么？这叫你让其他人感受到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有中心思想的人很容易看穿别人没有中心思想，他们的说话、哲理、语言、原则都是缥缈的。这个月跟上个月不一样，说不定今天跟明天都不一样了呢。早上对某些事情见解，到下午都不一样，他们是漂移的。所以，如果2号牌的朋友，你本身在自己内在有坚定不移的原则，记得不要被我们现在常说的情勒，或是更大的权威去改变，要反抗。当然，你也可以伪装说跟随，可是你心里完全没有改变你原本的内在的原则跟原理，要忠诚的对待自己哈。这里说的是这个。来，第2个是45的西利亚吗？对，西西利亚。西利亚讲的是说，他讲的更多的是你要更加确定你的方向感，不要随波逐流，你要
很坚定的相信你追寻任何梦想的企图心是出于一种善意的，你的意图是出于一种善意的，而不是去从别人身上剥夺或者欺负他人。记得我们看牌所有东西的核心价值都是爱。你做这件事情不会变成别人的罪恶，不会欺负到别人，而是一种爱的付出。最原则的是对你有爱，你才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有爱。这组比较难啦，它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尖酸的角度，是说，请你好好使用自己的意图啦。他所谓的意图是你的那个方向感，你想要你的欲望啦。他会比较严厉的去希望你确定你这个你想要去捕捉的梦想或是方向或是目标或是目的是不会伤害到其他人的，而是只是对一种你自己的爱的保护，或是你维持你自己内心爱的那个世界的模样。但为什么要说爱？因为它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不伤害他人。好，所以他这边要你看好你某些意图，记得他用的是意图哦，其实真正的字是意图哦。好，是出发于你内心的爱的，而不是出发于恶去欺负他人的，好吗？记得这个原则要坚持。那今天这两章都比较往内心，都比较像是一种忠于自己的概念做出发的两条路，希望你听懂哈。这里比较难形容，但我想应该有些朋友已经听懂，那就把它接住。听不懂没关系哈。好，来，那最后一个小结语就是记得。牌面的讯息很多，如果你当下听不懂、无法接受、不认同，就把它丢弃，不要硬要把它接住或吃下。我们要得到的是有几句或几个概念能跟你内心对话，然后对话之后还能产生出你自己的答案。即使那你自己的答案跟牌面的方向是相似的、不同的，都没有关系。你只要生出自己的答案，那就最重要。因为你生出来跟自己对话，融合这些讯息，得到那个答案，经历了你自己内在的消化吧、感化，不管。体化、体现不都可以出来那个答案，才能够真切的指引你适合你的方向，而那个方向、那个理念、那个意图，才是你能够理解的，好吗？好，不要硬塞别人给你的观念哦，尤其你内心有所反抗的时候，好吗？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很长，谢谢你耐心的听，祝福你们。